各位朋友，我的老粉丝都记得啊，我在中国6代机上天的时候做过一个结论，我说中国的科技已经到了大爆炸的时刻，从那个6代机上天的那一天起，就说明中国的科技整体的已经要远远的超过美国及其西方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又迎来了一个重大的 DeepSeek 时刻，中国又出了一个堪比当年的 DeepSeek 震撼的月之暗面的大模型。今天呢，很多的科技爱好者看到 X 的老板啊，马斯克，他发了一条推文，大家差点把这个茶水都喷出来了。老马言之凿凿的宣布啊，说他们那个比现有的 1.5T 强的全方位的 2T 大模型下周就要完成初代的训练了啊，就是那个老马的 AI。 但是最后接着那一句啊，他悠悠的写道，他可能够超越 Kimi。 等会儿啊，这些中国的网友揉揉眼睛确认了一下，哎，这真的不是那个马斯克那个高仿号发的段子吗？这可是坐拥超级计算机集群，手握着10几万张顶级的显卡，天天嚷着要用纯正的硅谷血统拯救人类免受 AI 毁灭的马斯克，马的掌柜啊。他的新秘密武器在推向市场前的头号假想敌和对标的锚点，居然不是西方最新迭代，也不是其他科技巨头的超级全家桶，而是中国的月之暗面。遥想几个月以前，甚至1-2年前，这个 AI 的剧本美国可不是这么写的呀。美国的那个硅谷的科技精英们坐在一起，喝着燕麦拿铁，言必称西方领先中国整整2代呀，必须不给中国最顶尖的那个 AI 的芯片啊。大家聊到中国的大模型啊，多少嘴角都带着点看开源代码套壳选手的优雅的微笑啊。美国的决策者们一边拼命的拉长制裁清单，一边在心里边盘算，只要把最新的高端显卡全给它卡死，那个中国的人工智能就能永远只停留在帮小学生写小红书的文案，帮打工人润色周报的水平，怎么可能翻起风浪呢？结果马的掌柜这轻飘飘的一句说月之暗面是我的榜样，我要超越它，直接把硅谷苦心经营了很久的傲娇的滤镜给干得粉碎了。为什么呢，朋友们？是因为中国又发布了开源的最先进的大模型，创始人是月之暗面的一位神奇青年。他清华计算机年级第1，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师从苹果谷歌首席 AI 科学家。读博期间与2位图灵奖得主合作，算法模型在6个语言数据集全球第1。杨直林，月之暗面创始人，中国35岁以下 NLP 引用量最高的研究者。2023年4月，他创立月之暗面，压住 AGI。同年10月 Kimi 横空出世，以全球首个20万字输入功能破圈。此后不断进化，200万字无损上下文，到10000亿参数开源模型 Kimi K2， 再到深度推理 Clear Thinking。 他坚持无损压缩路线，不走捷径，半年用户量暴涨100倍，稳居国产大模型第1梯队。2025到2026年，杨直林果断砍掉多条产品线， all in 基座模型与 agent。 Kimi K2.5 集成视觉理解与 agent 的集群，多项基准超越顶尖闭源模型。他发布的 Attention Residuals 技术报告直指大模型10年未动的底层核心架构。马斯克、前 OpenAI 核心科学家纷纷转发。更惊人的是，全球知名 AI 编程工具 Cursor 的自研模型底层居然是 Kimi， 成为开发者用脚投票的最佳证明。他深度参与过 Google Gemini 等早期研发，
现受邀成为英伟达 GTC 主会嘉宾，总理座谈会座上宾。他横跨顶尖学者与企业家，让世界看见中国开源大模型的力量。你看我们去做科研或者说创造新知识的过程，它很像一个强化学习的过程。当然就是你好像管理一个团队，它也是这样的方法。这个是 Tim 天天跟我讲的，就是说你觉得要用这个 IL 的方式去管理，而不是用 SFT。但是核心是掌握 SFT 和 IL 的平衡。SFT 就是你是直接给他，就是说这个东西应该这样做，对吧？那 IL 就是说你给他一个从上而下 ，IL 就是给他一个奖励，就是说如果做成这样，那它可能是好的，那可能更多时候它是反映在目标上。这个奖励的定义也需要你很了解这个具体的细节是怎么运作的，不然的话它就会出现 reward hacking。 怎么定义 reward？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有什么想法没？就还是你建立更多观测指标，然后尽可能不要去过拟合。用 IL 管理团队的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容易被 hack。你 hack 那个 reward， 然后大家看起来都各种那个好像结果都很好，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达到你最终想要的，就这个是它的风险。然后你用 SFT 管理团队的风险就是大家失去创造力。对，所以最后你是这几个东西它一定程度的这个 balance， 但这个我也在学习，我觉得今天肯定不是说做到很完美的情况。外媒称中国在一个下午就烧掉了美国 AI 的领先优势。7月16日，中国初创 AI 公司月之暗面发布的 Kimi K3，在编码测试中击败了 Anti-Actual-Peak 的 Fable 5和 OpenAI 的 GPT 5.6 SOL， 然后在更广泛的排名中略胜 Opus 4.8， 同时成本还降低了 40%。 就在7月15日， Anti-Actual-Peak 高级主管声称，美国在尖端 AI 模型上仍保持6到9个月的领先优势，同时将中国竞争对手的模型蒸馏称为对抗性的。结果就在24小时后，月之暗面的 Kimi K3 在 FlowNT ND-Code 的 Arena 上击败了 Cloud Fable 5，领先就算了，反正大家各玩各的，你有本事也抢不走我大美利坚设下的道防线。特朗普此前在欧盟峰会上向欧洲输出了全套美国 AI 套餐，要求西方统一建立防线，阻止中国 AI 的渗透。然而让美国破防的是，月之暗面将 Kimi 以开源权重形式免费提供，因此地球上任何公司或政府都可以下载它，并在自己的服务器上运行，无需订阅，无需许可，只要下载者拥有足够的算力资源，就可以构建一个比 Anti-Actual-Peak 的 Fable 5和 OpenAI 的 GPT 5.6 收到还要强大的模型。一直以来，美国 AI 的叙事就是大模型全世界最优秀，算力全球第一，为此不惜投入数万亿美元保持美国的 AI 优势，同时以闭源大模型和英伟达的 AI 芯片构建美国 AI 的护城河。美国拥有全球最顶尖的软件与硬件，各国想要用就要向美国订阅并支付昂贵的 token 使用费。这个叙事第一次崩溃是 DeepSeek 2.0 的发布，开源并且好用，发布后不久就成为全球下载量最高的模型。可能有很多朋友认为 DeepSeek 影响了美国 AI 的订阅，其实并不是，最大的影响是生态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因为能下载 DeepSeek 建立大模型并开发自己想要的东西的都是专业的 AI 领域技术人员，这是其一。其二则是 DeepSeek 正在建立自己的硬件生态，比如前阵子发布的 DeepSeek V4 主力适配芯片为升腾 950PR， 这就是在英伟达 QA 的环境护城河中硬生生撕开了一个口子。美国你闭源还搞硬件围城，那我们就另起炉灶。从 DeepSeek 之后，中国发布了多款优秀的大模型，无一例外都是开源的，所以美国 AI 领域被暴击了一次又一次。中国大模型在性能上一直与美国大模型非常接近，部分性能上略有超出，但整体上美国略微领先。但是这个领先多少并不是最关键的，中国开源模型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逼迫美国在大模型上加大投入，参数指数级增加，训练成本翻倍上升，这种被追到脚后跟的感觉非常不爽。当然更麻烦的是天文数字的硬件投入，这才是让这些美国的大模型崩溃的。从理论上来看，只要中美大模型性能存在很大的差异，投入多点根本就不算啥事，但最关键的是中美模型性能差距很小，甚至像 Kimi K3 这种模型都超过了 Anti-Actual-Peak 的 Fable 5，这就有问题了。万亿美元估值和数千亿美元建立的数据中心怎么就不如人家？中国人没花多少钱搞的大模型和算力中心呢？中国的硬件资源不是被美国锁死了吗？大模型开发也不如美国有那么多人才吗？在美国 AI 产业中投入那么多资金还有意义吗？美国数万亿美元投向 AI 产业，如果被中国赶潮了，那就别说挣钱了，请问这些资金如何回本？万亿美元的叙事逻辑已经崩了，
这才是 Kimi K3 发布后美国股市 AI 领域暴跌的主要原因。从中美在 AI 领域的玩法来看，美国的 AI 是大投入超先进，然后建立叙事逻辑，建立优势护城河，向全球收割 AI 使用需求。一直以来美国玩的高科技产业都是这个套路，从二战以来美国一直都是如此。而中国的叙事逻辑则是普惠制，中国提供免费软件，你们随便架设随便玩，但是硬件资源得收费，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 token 调用。很要命的是，中国的 token 费用也只有美国的几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只要中国的大模型存在一天，美国 AI 这种高端局就不可能挣钱。几万亿美元的高端局竟然被中国给坏了大事，你说美国能给中国好脸色吗？ There's been a big development in the AI race recently. Not the race between Google and Anthropic and OpenAI, etc., but what I think of as honestly the real AI rac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nd you know, until recently, there's been this consensus that the US is quite comfortably ahead, 6 to 12 months, people say. But lately, that's started to change a little bit. This Chinese model, GLM 5.2, yes, I know the names, I know they're maddening, but GLM 5.2 came out. It caused quite a stir.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wasn't quite leading the benchmarks, the tests, so, people didn't worry too much. And then this one came out. Kimi K3, suddenly at the top of some leaderboards. And that is being taken very seriously. This is David Sachs, former White House AI advisor, talking about a similar benchmark. This is concerning. This is how you lose the AI race. And it's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in particular, what he's saying. Because recently,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AI companies have been restricting who can access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Sachs is calling for that to end. He's calling for a return to 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 So, how does Kimi K3 really stack up? Because, the funny thing with this stuff is that we don't actually really have a good meas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You think we would, right? Because it's just a machine. But actually, in terms of measurement, it's more like real intelligence.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ypes and many different ways of measuring it. And so, in that case, then, I think the best thing to do isn't just to take one measurement, like the one I showed you before, but a whole basket of them. In this case, from these guys, artificial analysis. And so, look, this is where Kimi was until recently. And this is where it's shifted to now. And I think this gives you a really clear picture of what is going on. The Chinese models aren't first, but they're not far behind. And what that means is the US isn't losing the AI race, but it is losing control of it. And that poses some enormous questions that honestly could shape so much in our world. I'll give you three major questions I think this poses. First, about the big AI companies. Because there's a funny thing. In AI, as in many other things, the Chinese ones are way cheaper. Look, this is a chart showing the cost for one benchmark task, one test. This is Kimi over here. This is the best ChatGPT model. And these are Anthropic's Claude models. You can see Kimi is a lot cheaper, right? It makes you wonder, well, if you can basically get something similar for much cheaper, why wouldn't you use that? And what would that do to the valuations of these companies? And what would that do to the US stock market that rests so much on the valuations of these companies? Yeah, like I say, many big questions. This is the set of questions number 2.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cybersecurity? Because there's another funny thing about the Chinese models. They're what's called open weight, which means that anyone can download and run them, potentially without safeguards. And look, in practice, this would be incredibly impossible to download and run Kimi unless you had like a data center in your garage. But even so, it is possible. That could have big implications. This is a chart of critical and high severity vulnerabilities found since 2022. And you can see, look, for ages, the number of vulnerabilities found ticked along about roughly the same rate until AI arrived. And until, in particular, Mythos arrived. You remember Mythos? That was the model that caused that big cybersecurity scare. Well, now, through Chinese AI, everyone can get access to that if they've got enough compute. Cyber criminals, but also banks and cybersecurity institutes that aren't part of the special American club where they're releasing the models to. Like I say, it feels like the US is losing control of this race. And that brings me to my third set of questions about the politics. Because the US has been trying to restrict China's ability to build frontier AI, in particular with export controls on chips. That's what this chart shows. Who's got the AI chips? And by this measure, they've been very successful because you can tell, look,
most of the AI chips in the whole world belong to big American companies, and the Chinese don't have that many. Yet, they are managing to build near-frontier AI, and honestly, no one knows how they're doing it. There are many rumors, many theories. Somehow, with this amount of chips, they are managing to build something that is so close to the frontier to be indistinguishable. So clearly, the restrictions aren't enough. What does that mean for the US? Do they somehow change their restrictions? Do something different? Well, look, people are putting forward options, so I'll give you the options, okay? One set of options is being put forward by Anthropic and the big AI companies, who are understandably keen to restrict Chinese AI. This chart shows the number of distillation attempts that Anthropic say Chinese companies have been making on their models. Basically, Anthropic are saying the Chinese are copying our models, stealing our stuff. You've got to stop that. We need to ban these people. And yes, it is quite ironic that Anthropic are complaining about someone else copying their models when their AI is based on millions of copyrighted books. And yes, it is quite self-interested for Anthropic to say that, given that this would give them complete freedom to price their models as high as they want. Nevertheless, a very influential and important argument. He suggested some kind of deal. To paraphrase, he says roughly, why don't you give us more AI chips? And then we'll strike a deal on safety and create a joint licensing arrangement. That's one possibility here. Although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m not sure that seems like the kind of thing the Trump White House would go for. Which leaves us with what David Sacks talked about, a return to 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 a return to the AI race, no holds barred. Is that what we're going to see? I think that might be quite likely here. Because like I say, the US is losing control of this race and they are determined to win at all costs. That situation could have huge implications, really for everyone. 中国 AI 一夜改写规则，硅谷真正害怕的不是 Kimi， 而是整个游戏变了。中国刚刚抹去美国人工智能领先地位，跟特朗普关系特别密切的美国媒体 Axios 终于说出了一个很多人不愿承认的事实：中国 AI 不是在追赶美国，而是在重新定义比赛规则。为什么一款中国大模型能让整个硅谷集体紧张？事情发生在7月，中国 AI 企业 Moonshot AI 正式发布 Kimi K3， 真正引发全球关注的不只是模型能力，而是2个关键词。第一，性能。公开测试中 Kimi K3 在多个编程、数学、Agent 任务中进入全球第1梯队，与 OpenAI、Anthropic 等顶级模型直接竞争。第二，成本。相比国外大量依赖超高训练成本和推理成本， Kimi K3 公布的价格更加激进，迅速引起全球开发者关注。随后，美国科技媒体 Axios 发表评论认为，中国 AI 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超外界此前预期，全球 AI 竞争进入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大量海外开发者开始测试 Kimi K3， 不少海外技术社区也开始讨论高性能加低成本是否意味着 AI 产业将迎来新一轮价格竞争。事件很快从技术圈扩散到资本市场，不少分析人士开始重新评估美国 AI 企业未来是否还能维持目前的高估值。那么，美国媒体为什么如此关注一家中国 AI 公司？答案其实很简单，真正受到挑战的并不是某一家模型，而是美国过去几年建立起来的整个 AI 商业模式。过去，美国 AI 的发展逻辑非常清晰：融资、购买更多 GPU、训练更大的模型、继续融资，形成资本不断推动算力扩张的循环。这种模式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最强模型必须来自美国。如果这一前提被打破，那么资本市场就会重新计算所有公司的价值。因此，美国媒体真正担心的并不是中国出现一个优秀模型，而是中国企业开始证明未必需要最高成本也能获得世界级性能。对于资本来说，这意味着行业竞争逻辑可能发生变化。如果站在整个 AI 产业来看，中美双方各有优势。美国依然掌握全球最强的基础生态，包括 GPU、高端芯片设计、全球云计算平台以及大量顶级 AI 企业 OpenAI、Anthropic、Google、Meta 等仍然拥有深厚积累。中国则拥有另外几项优势：第一，完整产业链，互联网平台、制造业、消费市场形成丰富的数据应用场景；第二，工程能力，大量企业能够快速完成模型部署、优化以及产业落地；第三，也是越来越明显的一点，成本控制能力。
未来 AI 竞争很可能不只是比谁模型更强，更重要的是谁能够让全球企业真正用得起。真正决定市场的从来不是实验室冠军，而是商业化能力。很多人把 AI 竞争理解成模型之间 PK， 其实这只是表面，真正竞争的是未来全球数字经济的话语权。美国希望继续保持技术领先优势，中国则希望在开放、生态、产业应用和成本优势方面建立竞争力。未来几年，竞争重点可能逐渐发生变化，从拼参数变成拼成本，从拼训练变成拼应用，从拼实验室变成拼产业生态。对于全球开发者而言，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其实非常现实，哪家更稳定，哪家更便宜，哪家更新更快。最终市场会用实际选择投票。不少国际研究机构近年来都提出类似判断，未来 AI 竞争不会只有一家赢家，而是形成多个技术中心共同发展的格局。与此同时，也有专家提醒，媒体标题往往具有吸引眼球的特点，像中国抹去美国领先地位这样的说法，更适合看作一种观点表达，而不是已经得到证明的事实。今天，美国依然拥有领先优势，中国也正在快速追赶，并在部分领域形成竞争力。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谁喊出了最响亮的口号，而是谁能够持续创新，把技术真正转化成产业能力。因为决定未来 AI 格局的从来不是一场发布会，而是未来几年全球市场每天做出的真实选择。以前啊，大家都觉得月之暗面呢，就是那个安安静静人畜无害，专门帮中国的打工人读几十万字长 PDF 文件的无情的打卡机器。结果呢，人家在算力的围追堵截中悄悄发育，直接长成了硅谷啊大 boss 眼里边的榜样。这不得不由衷的感谢那一天成天搞什么出口管制、限制这限制那的美国的那帮废物了。本来呢，中国的团队呢，可能只想安安稳稳的做点垂直应用，结果硬生生的被逼的在算力的废墟上玩起了极限的操作。没有最顶级的显卡怎么办呢？逼着工程师们去优化架构、改进算法，把混合专家的模型玩出花来，硬是在芯片受限的紧箍咒里边把这种级别的开路先锋给练了出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反向逼入绝境，然后被迫触发了基因锁了。硅谷以为自己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高墙，结果回头一看，人家那边的人不仅没有坐以待毙，反而开启了硬核模式，直接在算法效率上把美国逼到了墙角啊！不得不说，这一届中国大模型的迭代速度已经快到让太平洋彼岸的 PPT 的高管们集体失眠了。几个月之前还嘲讽中国是套盒，这个套壳的啊，是吧？几个月以后啊，老马就得以身作则，在公共平台上把人家列为头号的追赶目标。这种剧本的魔幻走向，连最敢写科幻的那些小说家都不敢这么编啊！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不知道接下来西方大厂在开新品发布会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在网页的角落里边用看不见的小字加一句：我们的新功能理论上已经非常接近中国同行的水平了呢？这场人工智能的巅峰对决真的是演变成了一部充满喜剧效果的年度大戏了，朋友们。现在是硅谷的老板们拿着牛马鞭子在催着他们的员工疯狂的加班，一边呢在暗戳戳的盯着中国同行的动向。这个画面感简直是太强了。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